虽说数码相机发展的时间不久啊，但是从这10几年来看，单反从 C 幅发展到全画幅，卡片机从2.1/3英寸发展到1英寸的底，相机影像的进步是离不开传感器尺寸的进步的。这手机也是一样，之前我们就说过啊，虽说有计算影像的加成，但是在现阶段，你让手机影像直接有这种突飞猛进的进步，肯定是离不开传感器尺寸的变大的。这次索尼给 Xperia Pro I 啊这个轻薄的机身中塞入了一块1英寸的大底，你说是手机中的微单，不如说是微单中的手机。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索尼的这台影像黑科技到底有没有什么让人惊喜的表现啊？这东西往这一放，就感觉不是一个普通玩意儿。精致是 Xperia Pro I 给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整机的质感确实非常好啊，尤其是屏幕到中框再到玻璃背板的过渡啊，做的恰到好处。硬朗之中呢，有一丝圆润的感觉，这让我们对这台手机的第一印象是非常不错的。毕竟质感是许多人拿到手机的第一感受。而另一个感受啊，就是加入了1英寸的大底之后，重量控制在了211克，相比于上一代的 Xperia One III， 体积重量的控制可以说很不错了。搭配索尼特色的波形框架和 4K 120赫兹的6.5英寸屏幕啊，必须强调一下 4K， 让整机的手感和观感啊是比较出色的。波形条纹的设计可以加强你握持时候的稳定性，没有上一代感觉特别容易从手里边溜走的感觉。Xperia Pro I 还可能是目前这机身按键最多的手机了，除了标配的指纹电源、音量按键之外，还有专门为专业用户保留的实体快门按键和一枚自定义按键。而这枚实体快门按键也确实可以实现轻触对焦、按下拍摄的2段式设计，以及极为先进的3.5毫米耳机孔。当然 Xperia Pro I 这次还有一个升级，就是增加了一个相机挂绳孔啊，这确实很索尼，这个为专业用户考虑到的一个贴心细节啊，简单实用。ID 不多说了，重点来聊一下这个塞下了一枚和黑卡同样大底的后摄啊，这个到底怎么样？与其说这是一台手机，你不如说是它是一个相机啊，非常贴心的附赠了一个打电话的功能。往手机中塞下一个1英寸的底，这种尝试在手机历史上还真有，但是代价就是把手机变得非常厚，或者镜头模组巨大，这感觉和相机没啥区别了。为啥索尼能在一个这样的机身中塞下一块2.4微米单位像素间距的1英寸大底呢？一方面是因为镜头模组采用了蔡司天塞镜头的设计啊，天塞镜头的设计很巧妙，它是利用极少的镜片，在光学素质没打折扣的情况下，还能让镜头更加的小巧啊。大家可以查一查天塞镜头的历史啊，也太长了，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2.4微米的单位像素间距也是大底的优势之一。另一方面，这块1英寸的大底参与实际成像的面积其实在60%左右。物理法则放在这里，如果你真把一个1英寸的底全部都用上，这手机的体积和厚度肯定会突破天际啊！这或也是索尼综合了体积、重量和成像质量的一个结果吧。当然，无论你用了多少，我们实际表现最重要。先说索尼独有的摄影大师，在 Basic 档没啥花里胡哨的功能，打开随手就能拍，跟傻瓜相机一样，只按快门就行了。但咱们既然现在是 Pro 啊，而且是大师是吧？啊，怎么能用 Basic 档呢？滑动转盘和单反一样，会有多种专业的摄影模式，参数调节一应俱全。在这里，你完全可以当一个专业相机来进行使用，并且为了防止误触修改参数，右下角还有一个滑动锁定按钮啊，算是很细心了。而且真正厉害的是，在摄影大师 App 中呢，能做到和单反差不多的所见即所得，根据你设定的参数，预览画面的色彩和曝光是什么样的，这成像还真就是什么样的，几乎没啥差异。这怎么说呢？有些时候我们想要拍摄剪影的效果啊，但是手机经常是所见非所得的，有些时候这取景光看起来已经够暗了，但拍出来这暗处还是很亮，这对于专业用户来说肯定不友好。不过索尼的取景框分辨率我们体验下来感觉有些偏低，这预览的时候总感觉好像没对上焦，刚上手的时候并不是很舒服。那好在索尼的对焦还是值得信赖的。摄影大师比较重要的功能自然还是 RAW， 你同时可以记录一张 JPG 文件和 RAW 文件或者只保留 RAW 格式啊。什么是 RAW 呢？其实之前我们也讲过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还没炒的菜啊，你可以加各种各样的调料，让它在后期符合你各种各样的口味。我们碰巧拍了一张过曝的照片啊，同时在 Camera Raw 中打开，将高光和白点都拉低，JPG 的色彩就出现了断层，而且即便是拉低，这背景的细节也已经完全看不见了。而 RAW 的这张照片不仅没有出现色彩断层，过渡的细节也都还原了出来，这就是 RAW 的优点啊，这也几乎是专业用户最需要的功能。当然，硬件和软件都如此强大啊，这菜炒出来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看实际样片。作为一个严重偏科选手，
同时，索尼自己也宣传 Xperia Pro I 是一台微单手机，我们自然要看看它是否对得起这个名字。我们直接把手机的参数和相机调得差不多，放大看，手机的细节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和 iPhone 相比，索尼确实要更加自然，观感要更好一些。索尼还给 Xperia Pro I 安排上了2档光圈 ，f2.0 和 f4.0。在拍摄特写的时候用大光圈档可以实现更好的虚化效果；在拍摄风景的时候，你可以用小光圈档加强边缘画质的表现不过在大多数场景下 ，f2 和 f4 光圈的成像基本都一致我们是看不出来什么太大的区别。而它成像最大的特点，我们体验下来就是真实，并没有和其他手机一样有过多算法的感觉，也非常符合它的定位甚至让我们感觉这台手机的影像调教说不定还真是索尼相机团队原班人马干的。无论是色彩还原还是细节表现，都更像是相机而不是手机。这种真实的感觉让我们看惯了算法之后，感觉这照片还真不一样，很多照片看起来都更加通透。当然了，真实有的时候意味着色彩足够的还原，在许多场景下，索尼的照片看起来就没有那么讨好眼球了。比如这组救生圈和远处建筑的场景，索尼的天空还确实是真实还原，没什么处理。夜景方面，得益于2.4微米的单位像素间距，索尼的纯净度还是不错的并不会为了增加细节而过度锐化，也就是前面说的，基本没啥算法的感觉。色彩还原也比较真实，拍摄体验和相机也非常接近。同时，对于灯光的处理，索尼要更好一些。比如这一组，索尼的灯光质感表现就要更好。索尼在对焦上面还是挺给力的315个相位对焦点，覆盖了90%的传感器面积，再配合上 3D ITOF 传感器对焦体验大家可以把快准狠3个字打在公屏上。对焦、跟焦反应都非常快，比如这个小车的移动反应确实快准狠，而且它能聪明的判断我需要对什么物体。最后框选好对象时，追焦性能也很强，妥妥的超一线水平，在拍摄之中方便了我们的使用。除了对焦，索尼的连拍速度也是堪比相机你可以先听一下这个声音感觉跟机关枪似的。不过因为需要快速拍摄，所以连拍下就不支持RAW格式了。拍照说完了，录像也可以说是很强了。主要特点还是这个出色的跟焦表现得益于索尼增加的眼部、面部追焦和物体追踪快准狠尤其是我们在拍摄运动的人物时，体验是很出色的。只是这个眼部追焦它不支持 4K HDR 120帧的视频录制，在 4K 30帧是可以使用，108MB 60帧也可以。上一代的 Xperia One III 拍视频只有一个电影大师，虽说专业性很强，但是对一般用户来说体验确实并不友好。在 Xperia Pro I 上，索尼新增了一个视频大师 APP， 哇，这一下就3个大师了。总体的感觉就是介于电影大师和普通视频模式之间简化了界面和一些功能。比如电影模式下，你可以手动设置2个焦点，这个拍的时候在2个焦点之间自动切换，过渡相比于手动要更加自然。这个功能在视频大师之中就没有相对来说，视频大师更是偏向于日常使用的毕竟你要专业的话，打开另一个电影大师就可以了。画质上面 4K 120帧的录制效果相当出色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非常愿意使用这台手机来进行录制。当然，这就要提到手机的另外一个优点，小巧轻便。看这个镜头如果用相机拍摄，相对于较重的机身和硕大的尺寸，你想手持拍稳，基本上是难于登天，或者说直接要上稳定器。但是用手机，你就可以轻松的贴着屏子，再向后运镜，大家可以把丝滑打在公屏上。而且在视频大师中，直接就可以开启慢动作，拍摄丝滑升格画面。我们也测试了一下温度在 4K 60帧模式下，小白测评数据库标准的测试环境 ，Xperia Pro I 前后温度48.3和47.2摄氏度左右总体发热呢，在这个规格下是可以接受的。不仅画质棒 ，Xperia Pro I 的收声我们体验下来感觉也不错。得益于这次添加的内置单声道麦克风，如果在有风的情况下，你可以打开智能风噪滤波器，在降低风噪的同时，人声更加清晰一些。现在是索尼 Pro I 内置单声道麦克风测试。当然，索尼也同样支持外接无线麦克风让收音不会受限于距离。总体而言，这台机器在影像方面的强势表现肯定是毋庸置疑的。配合上索尼出的一整套配件真是一大堆。这个拍摄 Vlog 的体验也很不错。背屏虽说不大，但是这个分辨率和亮度那是相当不错，解决了取景框分辨率不够的问题。这块外屏还增加了耳机孔，你可以用来监听，以及一个充电接口，也可以给手机充电。你再搭配上一个蓝牙手柄，这就是一个自拍 Vlog 神器了，是不是很像之前索尼迷你黑卡？是的，现在你有了这手机，就相当于带了手机，还有这台小黑卡。说到最后，我们还是得从手机的角度来聊聊这款手机。21:9的屏幕在看电影的时候，可以真正实现全面屏，搭载双立体声扬声器，这体验确实很好。虽然购买这台手机的用户应该不怎么玩游戏但是索尼还是为游戏用户准备了游戏增强器，它支持通过 USB 投送游戏画面，在大屏上玩手机。之前我们经常说这索尼几乎没有本土化这次为了本土化呢，还联合了魅族，内置了 Flyme 的应用商店、天气
器、邮件等应用，看着非常熟悉。让我们感受最大的就是120赫兹的4K 啊，在观看魅族天气应用的时候，你看这个云朵的变化确实非常细腻，非常舒服。但目前呢，我们拿到的还是工程机，所以我们体验的版本上呢，这个本土化还是比较有限的。不过和魅族合作了，是一个好的开始吧。这也算是意味着索尼开始重视国内市场的系统本土化这件事儿了。这对于索粉来说肯定是个好消息啊！期待后续有更多的深入合作。作为在影像领域上中下游均掌握的索尼啊，在制造专业相机的领域，这实力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工作室的主力拍摄机型全部都是索尼的。这个产品我们能感受到，索尼在完 Sony 计划之后啊，在努力的将专业相机上面的特性往手机上进行整合啊，比如说 Pro I 的画质、对焦、光学设计，这个产品都有一个新的突破。说白了，别人都是在手机里边做相机，而索尼是在相机里边做了个手机，手机的功能对于他来说感觉都像是附赠品，相机功能才是卖点。就像是 Xperia Pro I 这个名字 Pro 后面这个 I 代表了 imaging 影像，也是索尼对这台手机非常直接的定义啊。不知道下一代叫什么，这个 Pro I 2吗？这算是索尼在手机影像领域一个新的开始，感觉它都算是一个新物种啊。当然了，作为新的起点啊 ，Xperia Pro I 也算是探索的第一步。这不用说啊，非常明显偏向于摄影爱好者和专业内容创作群体啊，但是做得更加极致啊，对于喜欢这样的专业用户来说才是更有意义的，也是这台手机探索的最大价值吧。OK， 如果觉得这一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啊，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点赞，我要的不多，2万就可以了。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我是陈杰，下期视频再见，拜拜。